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4年来首次访问我国，想要中澳之间开启全面合作。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比较单纯，作为世界上唯一独占一个大陆的国家，面对美国的盟友邀请，澳大利亚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其中，并且美国说什么，澳大利亚就做什么。比如说反华，其他国家虽然反华，但还没到全面反华的地步，留了一丝余地。可澳大利亚不同，澳大利亚直接冲锋在了反华的第一线，并且反得比美国还彻底，对我国可以说是全面反对。这也导致澳大利亚受到了我国的反制，中断了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往来。这下子那些澳大利亚的资本家们可就急了。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我国中断了和澳大利亚的往来之后，光煤炭这块数百亿的订单就这么飞走了。同时澳大利亚还是一个食品出口大国，蜂蜜、小麦、糖、牛奶、葡萄酒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生产产品和出口产品。至于说澳大利亚的服务业更是损失惨重。现在澳大利亚的服务业在发展速度上已经超过了澳大利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每年澳大利亚都要接待我国大量的游客，并通过这批游客赚取大量的利润。但是自从澳大利亚加入了反华队伍中后，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在201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向我国出口了8900万吨煤，总价值150亿美元，占据我国进口煤炭总量的1/3，澳大利亚出口煤炭的1/4。在2017年，我国购买了澳大利亚11亿吨的铁矿石，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总量的61%。19至20财年的铁矿石1020亿美元的收入中，有849亿美元是由我国贡献的。在澳大利亚的出口总额中，我国占据了澳大利亚30%的份额，其他几十个国家才共同瓜分了剩下的70%份额。可以说，正是有着我国的大量采购，澳大利亚的经济才能保持20多年来一直都在连续增长。在投资上，16年我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为149亿澳元，达到了澳大利亚的历史最高值。但是在17年变成了89亿澳元，18年再次降低变成了72亿澳元。也正是从18年开始，我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急转而下。在2021年5月更是宣布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直到澳大利亚的新总理在去年上台后，关系才开始缓和。而到了现在，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法瑞尔更是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华之旅，这也是澳大利亚贸易部长4年来的首次访华，也代表着澳大利亚和我国关系的进一步升温。像上次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就和我国达成了价值上千亿的合作协议，这让澳大利亚也十分羡慕。身为美国的盟友，这些欧洲国家在美国的帮助下，这几年的经济直线下降不说，还要被美国不断吸血，就连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而法国作为美国的盟友，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并和中国打好关系，结果收获了上千亿的回报。那澳大利亚是不是也同样能获得这样的回报呢？要知道，当初澳大利亚反华是反得最厉害的那个，受到中国的反制也是最厉害的。一旦双方的关系缓和，那么收获的绝对比法国还多。毕竟之前被制裁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因此这次法瑞尔访问我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开启全面对话合作，希望澳大利亚所有行业的商品出口到中国都能够畅通无阻。虽说从去年澳大利亚新总理上任后，中澳双方的关系就开始缓和了，铁矿石、煤炭的进出口也大幅上升，但在大麦、龙虾方面的进出口仍没有得到恢复，葡萄酒行业在中国的出口量更是为零。中澳双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合作，来促进这些商品的进出口。因此，这次的访华是为将来的全面合作做铺垫。但是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
对于澳大利亚想要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全面合作的想法，美国早在私下就对澳大利亚发出了警告，让其不要轻举妄动。再加上奥库斯联盟中澳大利亚付出的上千亿美元潜艇采购金，澳大利亚跟着美国脚步的可能性不低。特别是在本月底，拜登本人更是要亲自访问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和菲律宾一样达成一些对我国不好的协议和政策。澳大利亚开历史倒车继续反华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访华，还要看澳大利亚能够拿出多少的诚意。